香肠嘴、大眼睛、毛茸茸的蓝色生物，乍一看还有点小可爱，但当它一张嘴的时候，你就要被交代在这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各位最喜欢的互联网魔音是什么？从怪物瑞克到瘦长人，再到警笛头，每一个年代所产生的都市怪物形象，总能因为它背后的一段传说或者它的能力，让一大部分网友为之疯狂。那么你们知道今年最火的魔音是啥？没错，就是开头的这个 Huggy Wuggy。游戏圈的朋友肯定都对此很熟悉，不过仍有部分朋友不了解它。但是它的游戏截图你应该见过，还出现在不少的视频封面上。据说这是人类非法实验的产物，而实验最初的目的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永远可以拥抱别人的玩具，但是弄巧成拙。那么这项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 Huggy Wuggy 为什么要不断的啃食人类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背后的故事。Huggy Wuggy 是来自 Poppy Playtime 的生存恐怖游戏，这是今年10月12日刚在 Steam 上线的。Huggy 就是游戏中的大反派，但是被实验前的 Huggy 被创造出来，只是一个给孩子们拥抱的玩具。然而经过非法实验后，他的灵魂被腐化，最终成长为了怪物。仔细看的话 ，Huggy 的四肢都很长，手脚是黄色的，一副香肠嘴里面还长着锋利的牙齿。更可怕的是，他的嘴巴里面竟然还有一张嘴，所以 Huggy 可以轻松吞噬人类。虽然看上去是个野蛮的大块头，但是挺聪明的，会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抓捕计划，比如假装成为雕像，或引诱人类走到更偏僻的地方等等。Huggy 还很喜欢狩猎，他热衷于穿梭在通风管道当中追击人类。他不会手下留情，会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人被他的外表所欺骗，放松了警惕，那就不好了，因为 Huggy 看到人类会直流口水，早就垂涎欲滴了。没想到一个可爱友好的毛绒玩具，竟然会对着人类张开血盆大口，真是令人震惊。那关于他的性格，想必就不用多说了，冷血野蛮，没有同情心，是个典型的恶棍。虽然他是个玩具人生物，但我觉得他的眼睛并不是死气沉沉，可能也是因为玩偶本身都是玻璃眼，总感觉里面待了一个人，随时可能脱掉这件蓝色的皮毛蹦出来。然而这些还不是最恐怖的，关于 Huggy 的起源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据说在1984年，有一家非常成功的玩具制造公司 Playtime 把 Huggy 投放在市场上面，一下子这个蓝色的毛绒玩具就成为了 Playtime 公司最畅销的商品，可以说是整个公司的吉祥物了。很快该公司想利用 Huggy 赚更多的钱，于是打算进一步创造更完美的活体玩具。他们想给 Huggy 做实验，编号则为1006，但实验过程似乎没有那么友好。这家玩具公司竟然利用真人进行不人道的实验，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的是孤儿，目的就是想让 Huggy 变得更加活泼。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实验结果适得其反， Huggy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他。实验失败之后， Huggy 就在公司里面横冲直撞，屠杀每一位员工，对人类充满了敌意。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还录制了一盘磁带，谈论起该玩具公司的实验。科学家透露，可能还有另外5个实验。在磁带当中，背景中有许多尖叫声，很明显是当时发生了大屠杀。除此之外，磁带还记录到 Huggy 的跳跃声以及刺耳的噪音。科学家还发现，当 Huggy 摔倒撞上管道的时候，也会留下人类的血迹，这可能论证了他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玩具了。他杀人似乎没有什么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报复人类的实验，也可能就是为了好玩，找受害者求抱抱，然后杀死对方。然而这盘磁带早就已经被销毁，最后只留下了一段抄录的文字。实验1006原型似乎可以作为我们试图创造的血管类型范例了。尽管它的消化道连接正确，不同于其他实验对象，1006不需要日常维护消化，其他的所有实验都只能靠更大的份额生存。这意味着所有的实验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为了好玩而进行的。所以游戏里玩家的设定就是玩具工厂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所有员工都无故消失，多年后，一名事发前离开公司的前员工收到了一封匿名来信，信上声称其实员工们从未离开过，他们还在工厂里面，能够找到他们的只有这位幸存者。所以玩家应邀进入了废弃工厂，试图找出当年的秘密，看看能否解救员工们。当玩家来到工厂，第一次见到 Huggy， 是他以雕像的形式站在展厅中央，毕竟是当年的吉祥物，被做成雕像也是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是狡猾的 Huggy 在假扮雕像。当玩家再次回到展厅，他已经不在了。随着游戏的进行， Huggy 一路都在跟踪玩家。当玩家设法重新打开玩具制造机器，并使用过门系统后， Huggy 就现身了。他会跟随玩家进入通风管道，然后就开始一场激烈的追逐之战。Huggy 完全有能力操纵和制定策略攻击玩家，他还会主动引诱玩家一路深入。
如果玩家看起来走投无路了，他也会放慢自己的追击速度，好好折磨自己的猎物。如果遇到哈给跌倒了，在坠落过程当中，他会撞上管道而死。最终，玩家们会通过墙上的罂粟花进入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放了一个名为罂粟的娃娃。当玩家打开他的箱子之后，屏幕变黑，游戏结束。当然，游戏只更新了1章，所以严格来说，哈给是生死未卜。自从游戏上线后，哈给很受欢迎，戏里戏外都受到了追捧。可能是因为他的长相实在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目击事件，人们纷纷把自己碰到哈给的经历发布在了网上，引起了热议。甚至有人说玩过这个游戏之后，半夜就会被哈给找上门，说的好像被诅咒一样。那现实生活中真的碰到哈给，谁还能跑得了呢？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网友们拍到哈给的视频，虽然都是假的，但是图个乐，看看哈给来到人类社会后会怎么样。视频当中的男人在厨房当中打开冰箱，想要找点吃的。此时哈给突然出现，标志性的香肠嘴，好像在笑。他一脚踹到了男人身上。接下来的这个视频是在黑暗的森林当中，这个男人趁用相机捕捉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哈给。随着慢慢走进森林深处，这个男人似乎感觉到哈给的逼近。Okay, I think I just saw him. I think I just saw him. He's just over there. He's just over there. 注意前方高能。 Oh no, is that him behind? 有没有被吓到的小伙伴呢？反正我看一遍被吓一遍。在下面这个视频当中，两个男人一起在玩哈给的游戏，突然传来了怪异的声音。起初他们以为有人在屋顶上。 Did you scream? No, that was him. That was Michelle. 但出去查看后并没有。 Dude, why was that so loud? You see anything? No, nothing. Let me see that. Scary. I get that, but it's not that scary. Jesus. I agree. Not that scary. So Okay. why would I have screamed? 他们开玩 I 笑 guess 说 it 以 was 为 a 是 ghost, 闹鬼 so 了。 let's continue watching the movie. Okay. Oh, no, he's done. He's done. 随着游戏的进行，他们有听到了诡异的音乐声。 What? What is that? Wait. Is that the? That's yeah, that sounds like. 此时手机上收到了监控的推送，有陌生人在外面移动。 the camera. The camera went off. Look, the camera. What? It's Huggy Wuggy. 正是哈 No 给 way.，他绕到了前门。 How? He's outside right now. He's. 后来这群人被吓坏了，因为门是自己打开的。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What did you see? Oh my god, dude. Look there. What? Look. What? There's no. Get down, get down. 他们和哈给玩起了躲猫猫。 Make sure he doesn't see.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He's coming this way, right? Oh. 最后，他们设法把哈给关在了房间里。 Oh my god. 没想到他疯狂的敲门，破坏力十足。 That's in my office.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拖把准备进去赶走他， One. 但哈给似乎已经逃走了。 He's not in there? He's not in here. What do you mean he's not in there? There's copyrighted music in 最 here. 后，我承认又被他吓了一 It's about the 跳 only thing.，还好我暂停了，不然 The 这 heck? 条命都不 Where 够 the 他吃 hell 的 is。he then? Hello? 还有一些目击事件是利用无人机跟踪到哈给，这次他被拍到在城市街道的中央奔跑，每次他的出现，无人机的显示器都会出现短暂的故障，非常的诡异。话说这次故障的画面有怪物来临的味道了，只不过是大白天的，没那么恐怖罢了。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些都是网友们的恶搞。先不说这个蓝色的生物多么的出戏，这些网友都很有当演员的潜力嘛。
个个都是戏精上身。尤其是那个拿拖把反击的视频，明明知道是假的，怎么还能一脸严肃，煞有介事呢？其实背地里面肯定笑场了很多次吧。不过这种恶搞无可厚非，都是因为网友们喜欢这个魔音才这么做的。有人会先看到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再进一步认识 Huggy， 从而了解有这部游戏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目前这款游戏的第2章还没有上线，预计会在明年年初发布，很多玩家都很期待，据说会有新的音乐、新的图形，玩家们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有没有对恐怖生存游戏中的魔音产生兴趣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那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